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2讲，格物致知，愿从一念起，知由格物生。尊敬的各位同仁，亲爱的国学研习者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第2讲。在上一讲中，我们深入探讨了大学明明德，亲民止于至善的核心3纲，领略了这部经典著作对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深邃思考。而本讲我们将聚焦于大学8条目的第1阶段，即知止定静、安律德的内在修为，以及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的实践路径。这些内容不仅是千百年来修身成圣的阶梯，更是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修院成型的珍贵路线图，一经典原文的深度解读。让我们首先回归经典原文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。这2段文字犹如精密的修行指南，为我们揭示了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4谛关系。第1段论述层层递进，阐释了内功心法的核心逻辑。知止是明确目标与方向，唯有知晓自己的使命与追求，才能在纷繁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定力。内心安定之后，方能摆脱外界干扰，达到静的境界，在宁静中沉淀自我，进而实现身心的安适。身心安适是理性思考的前提，由此才能审慎虑事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收获智慧与成长。第2段则直指格物致知的实践路径，他强调，只有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互格，才能获得透彻的认知、知至，而唯有在真知的基础上，才能实现内心的真诚、意诚，进而端正心念、心正。这种由外而内、由知到行的过程，构成了完整的修身闭环、2院之力量的国学诠释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从这些古老智慧中领悟院的力量呢？常言道，院从一念起，但这关键的一念绝非凭空而生，而是源于格物与致知的实践与思考。所谓格物格，即推究探寻。物既包含外在的事物现象，也涵盖我们内心的动机与欲望。格物要求我们以敏锐的洞察力，探究一切事物背后的本质规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妨时常追问自己：我为什么会生气？焦虑的根源是什么？当下所做之事的意义何在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，我们不仅在格察外在行为，更是在审视内心的欲望与动机，探寻世间万象的深层道理。致知中的致意为达到极致，知则指向真知与良知，是对生命本质与理想追求的深刻领悟。致知意味着在格物的基础上，不断深化认知，达到内心清明，从而准确觉知自己心念的动向及其背后的因缘。正如大学所言，物格而后知至，若不认真观察世界，反思自我，我们的愿力便如无本之木。知至而后意诚，唯有建立在清晰认知基础上的愿，才不会沦为虚妄的空想。3从格物到修院的现实路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立愿却难以实现，并非缺乏决心，而是因为缺乏对愿的清晰认知。有人立下成为更好的人的目标，却不明确好的标准是什么，不清楚这份更好究竟为何而求，更不知该如何在生活中践行。这样的愿因缺乏根基而显得虚无缥缈，难以承载我们的人生追求。大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，若想修院，必先致知，而欲致其知，务必先从格物做起。唯有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与思考，不断积累认知，才能明晰自己的真实愿望，进而将其转化为坚定的行动。4知行合一的实修指导。为帮助大家将格物致知融入日常生活，今日特提供一项院修功课：格一物，致一知。大家可选择一个平日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，例如洗一只碗、倒一杯水、观察一片树叶，或是留意家人的眼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用心体察其中蕴含的物与理。当我们专注洗碗时，会意识到这不仅是清洁餐具的行为，更是为家人营造安心生活环境的付出。倒水的瞬间，我们领悟到这一举动既是对身体的滋养，也是自我关怀的体现。凝视一片树叶，能感受到风雨对它的洗礼，生命的生灭轮回。观察家人的眼神，更能读懂其中蕴含的深厚情感与默契。在此与大家分享今日愿语：愿我于一物一事之中，皆能得其理，致其愿行其道。愿的生发绝非流于口头的空谈，而是源于对事物的深刻认知与思考。无总结收束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。今日关于格物致知的探讨，绝非空洞的理学概念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修院路径。它教会我们从世间万象中洞察愿望的根源，从内心心念中审视愿望的纯粹，从具体行动中坚守愿望的方向。请大家铭记，
若愿望缺乏认知的支撑，便容易迷失初心；若认知脱离格物的实践，终将沦为空谈。愿大家每日坚持格一物，致一知，让愿望从深思熟虑的一念中生长，让智慧在对事物的探究中积累，用互动引导共修共愿的国学之旅。最后，诚挚邀请大家参与互动。今日您格察了什么事物？是否在某个瞬间，从日常生活中生出了真实而坚定的愿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格物致知之愿语，让我们在交流中共同学习，共同成长。明日我们将开启第3讲，诚意正心，愿由诚起，正悟真心，继续探索大学智慧在修愿之路上的深刻启示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明日再会。知大学之道，明格物之教。